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叙事治疗的主要概念。叙事治疗是由 Michael White 所建立的，他认为个人根据强势的故事建构生活的意义，并且把这些意义当作真理。叙事治疗的焦点会放在倾听当事人的故事，找到让当事人感到丰富的人生，会运用问句来引导当事人进行探索，并且也协助当事人了解问题对他生活的影响。我们协助当事人将生命的故事从社会的主流主动地建构他的经验，赋予其意义，而叙事或故事提供一个架构来组织我们的生活和人际关系以及意义的诉说。故事影响着一个人的生活以及对生活的诠释。我们通常叙说的主要故事是连结生命中许多的事件而成。人会过滤生活的事件，何者进入到我的主要故事，何者不会进来在主要故事之中。这些事件之所以被筛选、被纳入，是基于个人对它所赋予的意义。由于叙事的建立需要筛选的程序，总有一些特定的事件特别的凸显，不断的被储存、被记忆，成为围绕一个主轴曲调的我的故事。不符合这个主轴曲调的不被注意的事件称为替代故事。活过的生命与经验比叙说的内容要丰富，叙事无法涵盖整个活过的经验。生命中发生的事件很多，但个体为了维持故事的旋律和主题性，经常只会选取其中的情节成为我的故事。许多真实活过的经验因为跟主轴不符合而被遗落在故事之外。来谈的当事人，他的主要故事经常是充满着问题的故事，使用的是一种内化病理单薄的语言形式来诉说他的人生。諮商师透过对话创造双重故事，相信生命中有其他的部分虽然没有被描述，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的可能性。治疗师的职责是与当事人共同寻求新的事件，创造新的故事诉说，并且赋予新的生命意义。一旦替代的故事可以纳入当事人的生命故事的曲调之一的时候，即使是充满问题的故事在主轴线上仍然继续的存在，但当事人的生活已经可以有更新的不一样的可能性。叙事治疗的世界观是一种生活方式，反映在助人的諮商工作上头。他会不断的反思，并且努力的寻找一切的方法，以支持合作的、社会公平的、当地的、独特的、脉络的，而不是制式的思考的、标签的、普遍的、不具脉络的专家知识。